大家好，我是邱斌，我现在在江西抚州。我现在又来到了一个三线工厂。通过刚刚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这里有很多建筑废弃了，非常庞大。我们之前去云贵川以及中原大地看了一些三线工厂，都说1、2万人，那个工厂就非常大。而这个工厂呢，我看了一下资料说，它方圆几公里都是属于它的。当时正式职工高峰期有3万人。如果加上家属的话，可能有5、6万人。你想一想，这个三线工厂有多大？其实我们在想，有些城镇可能都没有这么多人。今天就来这个神秘的三线工厂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这个三线工厂也有一个代号，叫721。在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，西南地区以及江西靠近西部的一些大山当中，都有一些三线工厂。其实三线工厂分为大三线、小三线，一般大三线在西南这一边。说到三线工厂，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一些兵工厂。其实三线工厂有兵工厂，还有一些配套设施的，你像发电厂，还有生产衣服的，这些可能都可以称之为三线工厂。而这里呢是叫做721矿，那么通过代号就能够了解到，它这个是一个关于矿的，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这里建厂。并且为了建这个三线工厂，还专门修建了一条铁路到这里，就是我们之前去的向乐铁路，从南昌到乐安。因为这个三线工厂也是属于在乐安的大山当中。现在就来生活区转一转，这边应该以前是一些商铺，你看全部倒塌完了。在里面一点就是生活区。作为一个大型的三线工厂，它这里有学校、有电影院、医院，一都有啊。这些应该是之前的办公楼。你想一想，一个3万人的工厂，它有多少办公楼？单单那个住宿的可能都有几十栋、上百栋，而且呢是沿着整个这个山脉峡谷几公里建设过去的。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可能只是一部分。7月无比，我不知道这里是属于办公室还是属于职工宿舍。这楼梯上的东西也跟我们一样拆走了。这些应该是属于那个职工宿舍，因为它是并排的。看看后面的，你看建筑多不多？那一栋应该属于办公楼，它有点不一样。这里是有那个洗漱台，那就这里等于是大家在这里生活。那这些矮的房屋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厨房这一些。还有大家看一下，有这样大的树木也可以见证历史。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嘛，一个村一个镇，只要树木越大，时间越长，就代表这里存在人们生活的痕迹越长。这里应该是当时的宿舍，可以看到有阳台，那么应该是干部或者是带家族的人居住的，里面可能是2房1厅或3房1厅。单身职工的话是不会有这样的房屋的，可能我们一开始看到那就是单身职工宿舍。然后这里看到还有那些灶台，那么跟刚才看的一样，这些房屋前面都是厨房。因为这种房屋啊有2个因素，一个是说建得早可能没有厨房，还有一种呢是里面厨房空间太小。我们看过很多影视剧，如果是60、70年代那种，很多人做饭都是在走廊上面，那这里可能不太方便，那就在下面做饭。基本上都废弃的差不多了，能拆的也都拆走了，一样的道理。那这里以前就是客厅了，这边就是卧室，那厨房应该是在这个后面，比较小，所以才会在外面那个搭建厨房。这里相对来讲的话，就破坏的没那么严重，但是也能够看得到有人生活过的痕迹，有那种衣架，还有其他东西。不过这里有一点呢，感觉还不错，就是阳台上面那些没被拆。这么庞大的建筑，废弃的挺可惜的。我们在这里都看到40栋，那在这里这种宿舍起码有上百栋的，因为这个还是属于东，它有西边嘛。真的，这边建筑太多了。我们找一个地方上2楼看看，在阳台上站一站，这边就可以通往阳台。
你看，还有沙发，也是以前遗留下来的。这里面还有个小的书房，这就是阳台了，还挺大的，两边是连接起来的，相当于是2户，一个单元好像是4户人家。看看下面杂草杂树都这么高了，有2、3层楼高。像这边的房屋就是后面修建的。哎，前方还有人居住啊！你好，大爷。我过来参观的。你以前老家是哪里的？浙江。浙江是吧？那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啊60年。60年来到这里，那在这里生活了50年了。58年了。58年。在这里退休。那你怎么没有搬回去呢？我不愿意回家。来到这里挺凑巧的，碰到一位当年在这里上班、在这里退休的一位老爷爷，他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，完全看不出来，精神状态还挺好的。他是64年就来这里工作，等于差不多一辈子生活在那里。他老家是属于浙江的。他64年来这里工作的时候是一名技术员，后面一直干到退休。我问他为什么退了休也不愿意回到浙江老家去，他说由于这里的空气比较好，不想回老家，于是退休还在这里生活，等于是一辈子都在这里。像他身后这栋房屋是大概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的。早期他刚来的时候，这边的房屋不是很多，都是一些平房。后面这个工厂越来越大，有几万人的时候，房屋都算是拔地而起。当时在这里被称为小上海、小香港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这里非常热闹，特别是下班的时候，整个这个生活区算是人山人海。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发展、经济的发展，这个工厂慢慢的就萧条了。在07、08年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开始搬走。到了17、18年，就基本算是彻底废弃了，只剩下一些极少数的退休老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在这里生活。这些房屋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宿舍是不一样的，它这里属于办公楼，跟几十年前学校的大楼差不多。这里以前都是一些店铺，你像这边就是相当于那些小超市，还写了经营部。按照刚才那位老爷爷说，这里在07年左右还生活了挺多人，房屋确实很多啊。我们刚才只是看到了其中一部分，还有一大片房屋还没看到呢。这些看起来应该是重新粉刷过的，好像里面还住了一些人。我感觉这些房屋是不是之前领导和一些干部居住的？路边的这些都是。他这边的房屋也是分时间段的，最早的时候可能是60、70年建立的，后面有差不多80年代建立的。在这边也是有几十栋，它每栋上面都有牌子的。这里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布局是一样的，中间这些就是厨房，因为这些房屋看起来基本是同时间段建立的。在这里又碰到一位老奶奶，她也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她是当时职工家属。很热闹，就是晚上吃完晚饭呢，就是人家逛逛马路啊，走一走，就像当街一样啊。这位老奶奶她老家也是赣州的，不过也是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因为也已是80多岁了。说真的，这些废弃了非常可惜，如果重新开发一下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因为这里也是有水有电。这么多房屋，假如说白送你一套，要不要？因为这里还住了一些人，附近的生活设施也还可以。在当年这个峡谷当中生活了5万人，确实也非常神奇，也挺让人震撼的。一般像这种大型的3线工厂都是有学校的，幼儿园、初中、高中可能都有。这是之前的幼儿园，现在也已经关闭了。这么多废弃的房屋，希望哪一天还能够重新利用起来。